313年，作为俘虏的晋怀帝最终被前赵皇帝刘聪所毒杀。消息传出之后，为了延续西晋江山，文武百官在长安拥立晋闵帝登基，成为西晋第4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作为一个只有13岁的少年皇帝，就算闵帝接过大旗的时候有冲天之志，想要恢复晋家江山，但是摇摇欲坠的帝国和内外断绝的长安，还是最终把他送到了国破家亡的境地。建兴4年，在苦苦支撑4年之后，11月11日，晋闵帝派人向匈奴人送上降书，自己脱去外衣，口衔玉璧，出城投降。西晋至此灭亡。转过年来，317年2月28日，曾经在闵帝投降之前参与过长安保卫战的平东将军宋哲来到了江东，向琅琊王司马睿传达了闵帝的诏命，要求他总摄朝政。闵帝在诏命中说：“时运艰难，黄冈不振。朕自登基以来，才德微薄，不能保全进士，也没能使王业中兴。如今被困在这边塞穷城，性命危在旦夕而已。请平东将军面见丞相司马睿，宣告朕意，让丞相总摄朝政，尽早克复旧都，雪国家之大耻。”然而，或许是出于3辞3让的政治传统，司马睿在郊外为闵帝和长安诸臣举哀之后，并没有选择立刻进步。以西阳王司马样为代表的皇室宗亲，带着江东的文武百官，前后至少劝了3次，劝司马睿登基称帝，但司马睿最终都全部拒绝了。到了最后，司马睿被下属逼得没办法，涕泗横流地说：“我也实在不是谦虚，还是另请高明吧。你们再逼我，我就不干了，我要回琅琊老家。”随即，司马睿招呼自己的私人奴婢，让他们安排车辆，准备马上就返回封国琅琊国。群臣一看这架势，知道眼前是不能强逼着领导进步了。尽管江东诸位都希望通过司马睿的进步，让自己的官职也再进一步，但是必要的妥协和耐心还是要有的。于是大家抛出第2个方案，既然让司马睿直接称帝不行，那么能不能按照当年司马昭的故事，灭蜀之后先解锁进宫，晋位相国，然后再晋为晋王，暂时搁置称帝，是不是领导就可以了呢？结果这次群臣报上去魏晋故事的方案，司马睿却大笔一挥，迅速通过了。就这样，公元317年4月6日，司马睿承制改元，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而另外一边，被抓到平阳的晋闵帝也走上了跟怀帝一样的悲惨结局。闵帝像怀帝一样，在平阳受尽了刘聪的侮辱。有一次，刘聪外出打猎，让闵帝在队伍前面牵马执鞭，像一个大头兵一样在开路当向导。附近有老百姓认识闵帝的，都悲不自胜，泪洒当场。而匈奴的皇帝刘聪看到此情此景，他深刻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闵帝跟上一个被抓的怀帝一样，都是晋人的精神旗帜，不除之就恐怕有借势起兵复国的可能。同样，像当初侮辱怀帝一样，刘聪又办了一场宴会，他让晋闵帝在宴会上为他们倒酒，还让他洗酒杯，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让晋闵帝拿马桶盖。总之，极尽侮辱之能事。即便如此，匈奴人也不想保留他的性命。儿子刘粲给刘聪建议说，如果闵帝司马业死了，那么现在钉死在黄河沿岸跟我们作对的李举、赵固等人便失去了精神寄托，可以不战而胜。基于以往的经验，基于刘粲的上书，刘聪最终决定杀害了时年18岁的晋闵帝。激情开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曾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荀藩和闵帝等人，以为荀藩他们不知兵、不审时度势、不考虑长安的地理位置，一味以尊号推举闵帝成为天下共主，结果一朝倾覆，激晋就此灭亡，是糊涂，是愚钝，是缺乏战略思考的短视之举。但作为个体的闵帝却从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甚至已经把他自己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极限。他13岁登国，在长安苦苦坚守了4年，期间未曾有大的政治动荡。他死战不退，外城已破的情况之下，仅靠着吃木屑都能在长安继续坚持6个月。他坦然面对死亡和失败。在城破之前，他遗憾地说：“君王死社稷理所应当，我不害怕，只是不愿看到城中百姓跟我一起受屠烂之苦，因此无奈投降。”他尽力安排后事，以皇帝的身份给身处江南的尚无名义的司马睿以巨大的名分和政治号召力，助力司马睿顺利登基，保全朝廷力量，绵延晋家江山。
大夏将倾之际，岌岌可危的国家，悲观弥漫的朝堂，西晋的颓势已经无法逆转。闵帝司马邺的一生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场。建武2年，公元318年4月23日，晋闵帝死于匈奴汉国的讣告传到江东。3天之后，司马睿即皇帝位，改元太兴，东晋正式立国。另外一方面，匈奴人却走上了我晋的老路，开始了各种内斗与厮杀。查重率99%的匈奴人完全照抄我晋，也设立了一个皇太帝。当初刘渊死之后，刘和继位。刘和一上位就学着我晋的八王之乱，大肆诛杀自家兄弟，结果惹到了时任大司马的刘聪。刘聪二话没说，宣布皇帝造反之后，就把刘和杀了。当然，姿态还是要摆足。刘聪把刘和的儿子刘毅设为了皇太帝，向朝臣表明江山是刘和、刘毅一家的，自己只是代管。但是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刘毅越长越大，刘聪的亲儿子刘粲却越来越担忧。老爹刘聪不是真的要把江山再还给刘毅吧？夹在中间的刘粲异常的难受，于是他开始布局，准备干掉刘毅。刘粲派自己的党羽王平去给太帝刘毅通报紧急情况，说刚刚收到皇帝密诏，说京师将有变乱发生，请太帝穿上甲衣，以备不测。刘毅信以为真，赶紧听从指挥，让东宫臣属都披上了甲胄。刘粲见到刘毅已经上钩，立刻派人告诉晋准、王审。晋准又火速报给了汉皇帝刘聪，说太帝刘毅准备作乱，手下已经身穿甲衣了。刘聪大惊，说不可能，我不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王审、晋准等人又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太帝将要造反，但就怕您不信呢。被怼得无语的刘聪赶紧下令让儿子刘粲率军包围东宫。刘粲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让晋准、王审拘捕了听命于太帝刘毅的氐族、羌族等酋长10多人，严刑拷打，把他们的脑袋禁锢于囚笼之中，烧红铁器，烫瞎他们的双眼。最终这些酋长招架不住，屈打成招，诬陷刘毅确实将要造反。当这个结案陈词送上去之后，刘聪仿佛恍然大悟一样，对王审等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忠心，我过去没听从诸位爱卿的劝告，请你们不要放在心上。随后刘聪下令诛杀东宫大小属官，再诛杀刘毅亲近的大臣数10人，甚至继续学八王之乱的王爷们坑杀自己朝廷的士族15000多人。最后废黜刘毅太帝的身份，改封北部王。势单力孤、穷途末路的刘毅很快就死在了刘粲和晋准的谋杀之下。其实刘毅的死在看遍了内斗的我晋末年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刘毅多么低调，无论他如何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先帝之子的身份，在势力上位的刘聪、刘粲看来，无疑是无法容忍的。而且刘毅的政治智慧似乎真的有缺陷。当年刘和被杀之后，刘聪看上了先帝遗孀，同时也是自己母亲的单皇后，而且没多久就把单皇后临幸了。此时满朝文武尚且没说什么，单皇后本人也在忍辱负重，而刘毅却忠孝节义附体，跑去奚落自己母亲一番，说她是不守妇道、不知检点。刘毅也不想一想，要是没有单皇后，可能刘毅早就被刘聪给镇杀了。单皇后被自己儿子这一通奚落之后，骂的是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没过多久便在羞愧和愤怒中死掉了。而且史书也明确记载了，刘聪在知道单皇后的死因之后，立刻将刘毅边缘化，要不是还念着单皇后的往日之情，早就给刘毅废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从刘聪到刘粲，匈奴皇帝越来越没有人君之相，一个个钻进后宫就出不来。刘聪与先帝的皇后胡搞，欺负孤儿寡母不说，刘聪的家族也很快就要集体团灭于后宫了。刘粲、王审、晋准组团灭了刘毅之后，这仨人成为刘聪晚年最信任的人。刘聪美滋滋地接受了晋准的建议，把晋准的2个女儿晋月光、晋月华纳入后宫，并在不久之后把晋月光立为皇后。这还没算完，本应该母仪天下的皇后也让刘聪整了一出编制扩招，不仅把晋月光立为上皇后，又把贵妃刘氏立为左皇后，又贵嫔晋月华立为右皇后。还没完，大小事情都交给刘粲、晋准等人掌管之后，刘聪更是在后宫流连忘返，甚至达到了100日不出门的境地。朝廷上下各级官员知道现在说话管用的不是刘聪，而是王审、晋准等人，直接集体摆烂，
根本不对朝廷负责。所谓的奸佞小人，往往因为王审尽准一句话就能官至2000石。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君主无道、政治崩坏、外戚掌国的日子没撑过几天，刘聪就去世了。但不幸的是，接位登基的刘粲比刘聪更夸张。318年8月，刘聪病重不起，去世前进行了最后的人事安排，任刘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此外，宗室里面任命上洛王刘景为太宰，济南王刘季为大司空，昌国公刘乙为太帅等。以上都是常规任命，重点来了，任命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与上述人等轮流决断尚书所奏事宜。也就是说，靳准现在是首都卫戍区的长官。但即位的皇帝刘粲更绝，在昏庸方面，比起他父亲刘聪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沉迷于酒色，对于朝政问题不管不顾。而他一登上皇位，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霸占他的4位后妈，即先帝刘聪的4个皇后晋月华、王氏、宣氏和樊氏。这4个人虽然是刘聪的皇后，但他们还比较年轻，也就20岁上下。青春靓丽的太后让刘粲就此天天沉迷其中，对于其他的事儿没有丝毫兴趣，不理朝政。靳准看到新帝登基之后这种气象，于是准备开启一下怀旧服，复刻100年前大汉的外戚掌国的故事，决定对刘粲下手。靳准准备2步走，首先要打掉能够拱卫皇帝的刘氏宗亲，因此他建议刘粲说：“您还记得先帝是怎么上位的吗？先帝只是大司马，凭借着大司马手里的兵诛杀了废皇帝刘和，这才登上王位的。如今我听说大司马济南王刘季正在谋划杀掉太保呼延晏和我，再加空陛下，夺取皇权。凡是当大司马都不是好人，请您早做打算啊！”靳准自己坏事做尽还没完，还让自己的女儿也给刘粲吹风。在太后靳氏和皇后靳氏2人的劝说，刘粲最终听从了靳准的建议，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季、车骑大将军刘逞、太帅刘乙、大司徒刘迈，并把以上宗室干部全部处死，相当精准地复现了我晋八王之乱的故事。其实，在两晋南北朝期间，最高权力中心的斗争一向都是凶狠、残酷、血腥的。无论晋氏还是其他胡人政权，一旦外部压力稍微小一点，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内部火并和夺权。比如拓跋鲜卑部儿子杀父亲，即拓跋六修杀拓跋以卢；段部鲜卑部兄弟互相残杀，即段吉陆卷去世之后，段匹敌和段莫波之间的斗争。后赵立国，石勒去世之后，石虎首先做的就是把先帝的子嗣和大臣清洗干净。如今在匈奴，刘粲上位之后，又按照优良传统杀了一大批先帝任命的宗室。只可惜这一次，匈奴并没有迅速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反而是因为这次大清洗，导致自己的首都都保不住了。杀完兄弟之后，刘粲任命丞相刘曜为相国，总督内外诸军事，仍然镇守长安，任命靳准为大将军，领尚书事，负责朝廷政事上的一切决断。做完以上安排之后，刘粲就又像自己的色鬼老爹一样，一头扎进后宫，开始了天天游乐的梦幻生活。整个汉国的中央政务可以说全部由靳准决断。备受刘聪、刘粲父子信任与喜爱的靳准，则是趁着这个天赐良机，抓紧布局，假称诏令给亲戚升官，让堂弟靳明任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简单来说，皇宫已经彻底被靳准控制。随后政变发生了，靳准亲自带兵登上光极殿，派甲士抓住皇帝刘粲，一通数落刘粲的罪名之后，毫不犹豫当场砍了他的脑袋，然后抓捕在平阳首都的其余皇家刘氏，男男女女不分老幼，全部斩杀于东市。紧接着，靳准又派人把刘聪、刘渊2位先帝的坟墓挖开，还揪出刘聪的尸体玩行为艺术，给死人刘聪来了个斩首。最后一把火烧了刘氏宗庙。本来想开启怀旧服，玩一把大汉外戚干政的靳准，一不小心提前开启了内侧服，当了一把隋文帝，给阳间展示了一遍以老丈人的身份进行夺权的伟大路径，堪称大隋的青春迷你版。然而靳准不仅没有道德，也没有智慧，甚至没有野心。以上杀人全家、断子绝孙的操作之后，靳准并不敢称帝，而是自称大将军、汉天王。他竟然遣使向江东的我晋称臣了。
他派人给钉死在黄河沿岸、坚决打击匈奴的近臣李举说：“刘渊只不过是匈奴屠各部的一个小丑奴才，竟然敢趁着晋室之乱自称天命！你现在赶紧给朝廷打报告，派人前来迎回怀帝、闵帝的棺椁。”李举接到消息之后，火速向江东的元帝司马睿上书。江东朝廷派掌管宗庙的负责人太常、赵胤去迎回棺椁，算是给怀帝、闵帝身后之事有了一个交代。果然，无论任何朝廷一旦开始内斗，那么我晋八王之乱的剧本就会自动上演。首都皇帝有难，镇守在各地的都督即刻就带着各路军马向首都进发，所谓秦王事业。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刘耀此时正在镇守长安，大将军录尚书事遗诏辅政的石勒此时正在自己的大本营襄国。听到首都的惊天变局之后，两人分别出兵，开始往匈奴的首都平阳火速并发。1个月之后，刘耀在太保呼延晏等人的推举之下称帝，宣布除了晋准一门，其余的只要放下武器都赦免无罪。其实刘耀并非刘氏宗亲，他是刘渊早年间收养的一个义子，因此可以说到此为止，匈奴刘氏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混乱式阶梯。刘耀从一个旁支非血缘的子弟升任为大皇帝，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同样的，石勒也趁此机会继续壮大。石勒在平阳城下猛攻晋准，城内的巴人、羌人和羯族人选择临危逃命，都纷纷投降石勒。石勒在首都平阳前后招降了10多万人，然后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自己统治的华北平原的各个郡县之内。在刘耀和石勒前后夹击之下，晋准抵抗不住，决定投降。咱也不知道他杀了皇帝，自己又不能称帝，而且就过了1个月就要投降，是图的什么？有鉴于杀了刘氏满门，所以一开始晋准投降的对象是石勒。石勒看到晋准派来的使者，决定耍个心眼子，他把这个使者绑了送去给皇帝刘耀，那意思是说，你看晋准已经向我投降了，人家服的是我，不是你，你也别再打首都了，放我进平阳，接受战后胜利的果实就完了。但是刘耀也贼精，他给晋准的使者说，投降石勒没用，我才是匈奴的皇帝，晋准不是怕我秋后算账吗？你告诉他，先帝刘粲所作所为实在是有悖人伦，而大司空晋准杀刘粲，那是行医祸之事，这才使朕能登上君位，他功劳很大。你回去告诉晋准，我回首都之后，不仅不会杀他，而且还会把政事全部委托给他管辖。你一定要向晋准原本地传达我的意思哦。晋准收到信之后还在犹豫，还在担心刘耀到底会不会放过他，但是手下的人已经等不了了。12月，匈奴汉国的左车骑将军乔泰、右车骑将军王腾、卫将军晋康等人合谋杀了晋准，推举尚书令晋明为主。而晋明一上来就直接选择投降，把天子六喜送给刘耀，宣布投降，坚守平阳城，等着刘耀来接收。这下轮到石勒不干了。石勒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派人到平阳去问责晋明，说当初跟使者有约定向我投降，为什么晋准一死你们就出尔反尔？晋明则是铁了心的要跟匈奴刘耀，不仅不给石勒一个合理的解释，反而直接把石勒派来的官员就地斩杀。石勒愤怒异常，即刻命令全攻平阳。晋明出兵迎战，大败，枕尸2里，逃回城内，从此只能应城自守，期待刘耀早点过来接收。石勒为了早点拿下平阳，让好大直石虎亲自带着幽州和冀州2州的兵马前来参加首都会战。城里的晋民一看这架势，知道再守下去必死无疑，于是连夜带着部队撤离平阳，前往刘耀方向会合。刘耀看到石勒的阵仗也很害怕，也往后撤退，一直退到陕西白水县。晋民退出之后，石勒大军开进平阳，这个匈奴汉国的首都，这个6夷杂胡的大本营，这个曾经跟刘琨对峙了10余年的重镇。随后或许是出于愤怒，也或许是为了拔出一个重要据点，当然更有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与匈奴人的对决做准备。石勒在修复被晋准挖掘的刘渊、刘聪的陵墓，以及掳掠了一些诸如浑天仪之类的皇家珍宝之后，下令焚毁匈奴人的皇宫、宗庙和各大府衙，彻底断了匈奴人的念想，一如100年之前董卓焚烧洛阳一样。7年前311年，刘耀跟石勒、王弥、刘粲等人一同攻入晋朝首都洛阳。洛阳城破之时，王弥曾经建议把洛阳作为首都，以彰显定天下的决心。然而刘耀却不愿意听从王弥之言，
执意要焚毁洛阳。时过境迁，故国焚毁的故事也发生到了匈奴人身上。自此之后，匈奴人彻底退出黄土高原，退到长安及关中地区，变得像刚刚被俘虏的闽地一样，苦苦支撑。然而历史的故事却要继续上演。石勒会愤怒地说道：赵王也好，赵地也好，孤自己就能做，还要等他分给我。刘琨也会遗憾地说道：王敦派使者来，一定是要杀了我，生死由命，我不难过。只可惜恨家仇国恨还未报，死后去了地下，怎么跟父母大人交代呢？祖逖会悠悠地说道：没粮食了，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再去南唐抢他一家伙。318年、319年的历史将会因为他们变得厚重且精彩。最后我们来个阴暗小故事，凉州勇士北宫纯的结局。在洛阳还没有覆灭之前，北宫纯曾经风尘仆仆2000里从凉州赶来，包围首都，在洛阳城下连续2次击败匈奴人。之人所谓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匈奴人在北宫纯身上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刘耀攻陷长安外围的战斗当中，北宫纯战败被俘，随后投降了匈奴人。对于这一行为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没必要过分苛责，况且北宫纯本身就是胡人。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北宫纯在晋准作乱的时候，联系揽招了一批在平阳的晋朝旧臣和移民百姓，与东宫组建了一支队伍，试图趁着匈奴中枢混乱，在内部给予匈奴汉致命一击，想要借此恢复晋室江山。只可惜势单力薄的他很快就死在了晋准祖人的刀下。其实北宫纯一直到死都是心向大晋呀。拜拜。